7点30分，演出准时开始。与先前演唱会开场的华丽酷炫不同，顾秋怡的最后一场告别演唱会，并没有采用高调开场的方式。原本漆黑的舞台，多面硕大的 LED 显示屏渐渐亮起，舞台中一道灯光同时点亮，在灯光下，一位沙画师正在发光的沙画板上用双手和细沙作画。画面中是一个看起来2、3岁的男孩，牵着一个蹒跚学步的小女孩。接着音乐声响起，顾秋怡缓缓从升降台上升起，穿着一袭洁白的长裙，在台上唱起了自己作词的一首歌，名叫《小小的我们》。这首歌讲述了一对两小无猜的孩子，从婴孩到童年的亲密关系，再到两人因家庭原因分开，虽然再没机会见面，但女孩一直对男孩念念不忘的故事背景，完全真实地展示了他在没找到叶晨之前的心路历程。沙画师娴熟地配合着歌曲，不断将沙画推翻重画。画面中，两个孩子逐渐长大，到男孩7、8岁的时候，他与父母一起离开了这座城市。女孩流着泪，目送他们上了车，又追着他们的车跑了很久。接着，女孩慢慢长大，虽然和其他的孩子一样，正常的成长、学习、玩耍，但她始终对那个男孩临别时的样子念念不忘。女孩逐渐变得落落大方、亭亭玉立，但始终不曾寻找到男孩的踪迹。时间过了1年又1年，后海边的树发芽又枯萎，枯萎又发芽。孩子们热爱的冰面结冰又融化，融化又结冰。了解顾秋怡的粉丝都知道，她作为顾家的独生女，身价数百亿，之所以要放下金圈大小姐的身段进娱乐圈，就是为了寻找当年那个错过的男孩子。只是没人知道她到底有没有找到那个男孩。这首歌中也没有一个完美的结局。最后一句歌词唱的还是无论你身在何处，都请记住那时小小的我和小小的我们。这首歌有些柔情，有些伤感，从演出效果来看，并不适合拿来做演唱会的开场。但是顾秋怡的粉丝都知道她这么多年的痴情和良苦用心，听到这首歌反而比听到其他劲爆歌曲更加感动。再结合这是顾秋怡最后一场演唱会，粉丝更是感同身受。台下的很多人在演唱会的第一首歌就已经泣不成声。叶晨心情复杂，他脑子里总是会浮现出一句诗：较容易折磨才子气，最难消受美人恩。一个女孩子默默为自己痴情付出这么多年，就算是铁石心肠，恐怕也会被这炙热的真诚融化。更让叶晨不知所措的是，如此为自己付出的女人，又何止顾秋怡一个。顾秋怡婉转悠扬的歌喉，结合着这首歌的歌词，再配合着沙画师的画作，即便是叶晨身边的萧楚然都不免为之感动。正此时，停了约莫1个小时的雪再次翩然落下，露天的场馆内雪花纷落，搭配这首动情的歌，更让观众触景生情，为之动容。一首歌将全场几万人迅速拉入纯洁爱情的温泉之中，即便雪花不断地落在头顶，也依旧让人感觉温暖。顾秋怡一曲唱罢，在台上转身擦拭泪水。她知道叶晨就在台下，但她始终不敢大方地正眼去看，而且今日的她还特地嘱咐现场的摄影师，不得将镜头对准台下观众抓拍，因为她怕摄像师无心间抓拍了叶晨，被有心之人看到。观众们见她回身抹泪，都下意识地认为顾秋怡应该是因为这首歌而感到伤心，以此推断，她应该还没有找到歌里唱到的那个男孩子。接着，顾秋怡调整心态，演出继续，一连唱了3首歌，顾秋怡才终于趁着歌曲结束的间隙，对着麦克风说：非常感谢今晚到场的观众，这是我全球告别演唱会的最后一场，因为我在燕京出生，在燕京长大，在燕京出道，所以我把这场演唱会选在燕京举办，是希望自己的演艺生涯能够有始有终，在这个开始的地方圆满结束，算是彻底落下帷幕。粉丝们激动又感伤，
纷纷在台下大声呼唤他的名字，甚至还有人大喊着让他不要退出歌坛。顾秋怡微微一笑，继续说，在演艺圈这些年，虽然很开心，也很荣幸能够拥有你们这些支持者，但我觉得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总是要选一个时间跟大家说再见，所以我更希望能在我最好的年华里，跟大家好好的隆重的告个别，让大家记住我最好的样子。一位前排的女粉丝声嘶力竭地喊道，秋怡，你在我心中永远是最好。顾秋怡笑着说，你要记住，没有什么永远是最好。说罢，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观众说，或许我现在跟你们告别，在你们心目中留下的最后印象是最好的顾秋怡，可若是10年后再跟你们告别，或许就是年老色衰的顾秋怡了。要是再等20年还不等我告别，可能你们中就会有很多人悄悄议论，那个叫顾秋怡的大妈为什么还不封麦，一把年纪还赖在歌坛不走，实在是太烦了，对不对？不对，粉丝们赶紧连声否认。顾秋怡摆摆手，笑着说，好了，我已经决意要退出，所以不会给你们10年20年后嫌弃我的机会，所以这些都是假命题。我想告诉大家的是，高质量的陪伴从来都不是长时间的在一起，而是无论在一起多久，都能够全身心的投入进来，不留遗憾。我在演艺圈这些年一直全力以赴，对我来说，我已经尽最大努力好好陪伴大家，所以现在告别，我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遗憾。所以大家不要伤心，也不要遗憾，你们只需要知道，那个爱你们的顾秋怡，把自己的演艺事业永远留在了巅峰。顾秋怡推心置腹的坦诚表达，让粉丝们不禁泪目。许多偶像都在绞尽脑汁想着如何延长自己的花期，如果压榨自己粉丝的消费潜力，如何利用各种资源让自己越走越高。但顾秋怡从来没有动过这些念头，她自律自爱，同时对粉丝非常真诚，永远不矫揉做作，不弄虚作假。这么多年，每一首歌，每一次演出，都在全力以赴。她确实把自己最好的一面留给了粉丝。而且，演艺圈是残酷的，没有什么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能够永远保持热度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就算是天王天后，影响力也会越来越弱。这和一个人生命中的状态呈同样的走势。如果顾秋怡继续留在演艺圈，5年8年后，必然要开始走下坡路。就算她再努力，也会在外观、体力、状态上逐步被新鲜血液击败和取代。现在，她从巅峰中直接退出演艺圈，留给整个华语歌坛的，将是一个一路高歌猛进，永远没走过下坡路的丰碑。而且，将来的演艺圈很难，甚至不可能再有一个她这般纯粹、这般夺目、这般自爱的偶像。因为，就算有人和她一样纯粹，也不可能同时拥有她那无与伦比的天赋、富可敌国的家世以及一尘不染的自律。这4点，天下或许会有人占其1，占其2，甚至占其3，但绝不会有人像他这般占其4。他在这个时期急流勇退，必然将成为那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乐坛传奇。